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快乐不起来。许多人以为快乐取决于外在条件，像是中了乐透、升职加薪、有人疼爱就会幸福满满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竹科一位精神科名医指出，一个人快乐与否有90%都掌握在自己手中，靠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好运，而是自己身体的体质和日常习惯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吗？难道说只要调整自己的体质与生活作息，就能让自己变得快乐？现代科学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。心理学家发现，一个人约有50%的幸福感来自天生的基因与体质，1%受到客观环境影响，其余4%则取决于每天怎么过日子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在的快乐程度将近90%取决于自己。即使遗传给你的底子不好，只要做对事情，一样可以扭转颓势。反之，就算机运再好，如果生活方式出了问题，也可能让好基因提早坏掉。可见，把快乐的密码掌握在手里，其实一点也不悬。关键就在于调整身体与心理状态，培养出有助快乐的体质。那么，究竟是哪6种体质的人最不快乐呢？为什么这些体质会让人快乐不起来？接下来，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6大类容易不快乐的体质，以及隐藏在背后的科学原因。大家不妨对号入座，看看自己中了几项，又该如何改变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种让人不快乐的隐藏体质，也就是慢性发炎体质。想象你的身体里好像一直隐藏着一把烧不尽的闷火，每天悄悄燃烧着。这种体质的人，身体常年处在慢性发炎状态，表面上看不出大病，但小毛病却很多，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肿，时不时冒出皮肤红疹或过敏，感冒发烧也比别人更频繁、更严重。更麻烦的是，这把体内的无形野火不止烧身，还会烧到一个人的心情。身体长期发炎时，免疫系统不停释放发炎因子，这些化学物质进入大脑后，会让人感到疲惫、情绪低落。试想，我们在感冒发炎时，通常会没胃口、浑身酸痛、提不起劲。正因为发炎，让大脑暂时进入一种节能模式，催生出类似忧郁的情绪。慢性发炎体质的人，相当于身体不断处在这种小感冒状态，难怪久而久之快乐不起来。科学家甚至发现，忧郁症患者体内常可检测到慢性发炎的迹象。如果改善饮食作息，减少发炎，往往情绪也跟着好转。可见，要找回笑容，第一步就是检视自己有无慢性发炎，把那团闷烧的火苗给扑灭。什么原因会让身体陷入慢性发炎呢？常见的元凶包括饮食中过多的精制糖与加工食品、长期熬夜、压力过大、缺乏运动等等。现代人爱吃的油炸食品、含糖饮料和精制淀粉，其实正在体内点燃发炎的火种。不少研究指出，慢性发炎几乎是各种文明病的共同因子，因此也有人称它为沉默的杀手。好消息是，我们可以透过调整生活方式来降低发炎。做法包括均衡饮食，例如多吃蔬果和富含 Omega-3 的不饱和脂肪酸食物，规律运动、充足睡眠和疏解压力，这些都是扑灭体内慢性炎症的利器。当发炎反应逐渐退去，你会惊讶地发现身心状态变得轻盈起来，笑容也更自然了。接着，第二种让人不快乐的体质是氧化压力体质。这听起来有点抽象，简单来说就是体内的生锈状态。大家知道铁会生锈，苹果切开后会变黄，那就是氧化作用。在人体里也有类似的过程。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像是抽烟、熬夜、大吃大喝，会产生许多自由基，让细胞膜和 DNA 受损，犹如在体内引发一连串微小的生锈反应。如果一个人又缺乏足够的抗氧化防御，平常很少吃蔬果，营养不均衡，那么身体就会累积过多氧化压力，细胞变得脆弱不堪。氧化压力过高的人，身体老化速度可能比别人快，容易疲倦，注意力不集中，甚至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憔悴。有人年纪轻轻就满脸细纹，头发过早灰白，这往往是体内氧化伤害在作祟。氧化不仅伤身，也会影响情绪。当我们的大脑细胞被过多自由基攻击时，神经传导物质的制造和运作都可能被干扰，人就容易感到脑袋迟钝，提不起劲，遇到压力也比较难以应对。这种体质的人就像草莓一样，
稍微风吹日晒就受伤，心理韧性也跟着降低。久而久之，快乐很难在一个氧化过度的身体里存活。我们需要做的是为身体补充对抗氧化的武器，多吃富含维生素和多酚的食物，远离烟酒和加工食品，才能慢慢擦去锈斑，找回精神与笑容。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氧化压力过高呢？或许你会发现自己经常感冒，久不好，伤口愈合得很慢，运动后肌肉酸痛持续好几天，这些都可能是体内抗氧化机制跟不上的信号。生活中许多看不见的因素也会加重氧化压力，例如空气污染中的细悬浮微粒、过强的紫外线照射，甚至长期的心理压力都会诱使细胞产生过量自由基。不仅如此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天然的抗氧化能力也会逐渐下降。如果我们持续透支健康，却不给身体足够的抗氧化养分，就等于任由细胞在体内生锈，结果不仅让人看起来变老，精力变差，连心情也难以振作起来。所幸我们可以透过改善生活方式来对抗氧化压力，多摄取五颜六色的蔬果与茶类等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，是提供细胞铠甲的好方法。同时戒烟限酒，避免长时间日晒与熬夜过劳，亦能减少自由基来源。当我们帮助身体抵御住这些锈蚀攻击，细胞状态恢复年轻健康，人体运作就会如同上好润滑油的机器般顺畅，心情也会随之明朗起来。再来，第三种令人不快乐的体质可以称为低能量体质，也就是身体能量生产系统出了问题。想象你的细胞里有成千上万座小型发电厂，也就是粒线体，它们负责把你吃进去的营养转换成活力。如果这些发电厂运转失灵，你的身体就像停电了一样，经常处于电力不足的状态。低能量体质的人往往清晨很难起床，白天精神恍惚，容易头昏，稍微动一动就觉得累，一天下来仿佛电量从没充饱过，即使偶尔睡得够，也总是觉得疲惫，甚至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慢性疲劳症候群。能量不足对心情的影响是全方位的，当身体缺电，脑袋也跟着功能不足，你会发现自己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，连原本喜爱的嗜好都懒得碰，这正是抑郁情绪的典型表现。大脑需要充足的能量来制造多巴胺、血清素等快乐物质，如果发电厂效率低，快乐的化学物质产量也会随之下降。低能量体质的人常常陷入一种无力又无奈的状态，纵使内心想改变现状，身体却像拖着沉重的锁链，怎么也快活不起来。要改善这种体质，核心在于找出耗电的元凶，并提升粒线体的效率。规律的睡眠与运动，搭配高品质的营养饮食，例如多摄取富含维生素 B 群和辅酶 Q10 的食物，都是替身体充电的好方法。我们必须善待自己体内的发电厂，才能让活力与快乐一起回来。现在许多人都有一种电池续航不良的困扰，你是否也有这种感觉？明明晚上睡了很久，早上起来却依然疲惫不堪，或者好不容易放个连假，本以为可以恢复元气，结果假期结束仍旧提不起精神。造成低能量体质的原因其实很多样，包括荷尔蒙分泌失调、营养素缺乏、长期缺少运动导致的体能下降，甚至长期压力过大让肾上腺疲惫等等。当然，过度劳累本身就是最大元凶之一，许多年轻人拼命熬夜加班，用健康换取事业，但短短几年下来却发现身体仿佛被掏空，一旦停下来就再也提不起劲。要重振身体的能量，需要给予时间和耐心。首先要确保获得足够且规律的睡眠，因为睡眠是身体充电的重要时段。如果长期睡不好，不妨检视是否存在睡眠、呼吸、中止症等需要治疗的问题。其次，均衡营养也很关键，特别是摄取充足的蛋白质和富含维生素 B 群的食物，这些都是粒线体发电的原料。适度的有氧运动有助提升心肺耐力，让身体的发电效率提高。不过，运动需量力而为，否则过度训练反而可能让低能量问题雪上加霜。最后，学会定期放松舒压，避免长时间处于紧张的战斗模式，对恢复精力也十分重要。当你按部就班地调整好作息、营养与运动习惯后，你会发现以往动辄疲累的状况渐渐减少，
取而代之的是充沛的活力和开朗的心情。第四种让幸福感大打折扣的是代谢失衡体质，也可称为代谢症候群体质。现代人常提到的三高问题，也就是高血糖、高血压、高血脂，多半与这种体质有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身体处理糖分和脂肪的机能出了状况。这类人体型上可能看得出端倪，通常比较容易发胖，特别是肚子圆、腰围粗，一不小心就长出脂肪肝。即使外表不胖的人，如果长期缺乏运动，饮食重油重糖，也可能暗藏代谢问题。代谢失衡的人常常饭后昏沉想睡，没多久又容易饿，血糖像云霄飞车一样起伏，使得精神和情绪跟着大起大落。当我们的血糖忽高忽低，大脑就像缺乏稳定燃料的引擎，时而暴冲，时而熄火。血糖飙高时，人反而会感到疲倦，思考变慢；血糖骤降时，则会出现心悸、烦躁、注意力难以集中等不适。难怪代谢症候群与忧郁、焦虑的相关性在研究中屡屡被提及。更不用说，这种体质往往伴随慢性发炎，更让人难以感到愉快。代谢失衡体质的人，可能早上赖床，白天无精打采，下午又昏昏欲睡，到了深夜反而睡不着，整天都在和身体的能量过山车搏斗，哪还有余力体会快乐？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，就得从生活习惯下手，调整饮食结构，例如减少精制糖与精制淀粉的摄取，并培养规律运动习惯，让身体的血糖与荷尔蒙逐渐恢复平衡。当代谢回到正常轨道，情绪也会跟着稳定下来。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？中午吃完饭后头昏脑胀，只想趴着睡，又或者每天下午3、4点就浑身无力，非得吃点甜食才能提振精神。如果是，那你的身体可能正在拉响警报，暗示代谢功能出了问题。现代饮食充斥着高糖、高油、高热量，再加上久坐少动的生活形态，这是引爆代谢失衡的主要原因。研究调查显示，在某些国家中，成年人有近1/4符合代谢症候群的标准，只是许多人浑然不觉。长期下来，这种隐性的代谢危机不但会提高罹患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也会默默吞噬一个人的快乐。因为血糖与荷尔蒙持续失衡，大脑几乎没有稳定的时刻，情绪当然难以平稳。对抗代谢失衡，必须从日常习惯的一点一滴做起。除了遵循医师建议，必要时可服用药物控制血糖血脂，我们更要主动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，试着做到3餐定时定量，避免暴饮暴食，减少含糖饮料含精制淀粉摄取，多补充高纤维蔬菜含优质蛋白质，帮助血糖维持平稳。饭后站起来散散步，或者每周安排数次规律运动，这些行为都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，让身体更有效率地利用养分。别小看这些生活改变，当代谢逐渐恢复正常，你会发现整日的疲倦感消失了，脑袋变得清醒，情绪也不再像云霄飞车那样大起大落，而是稳定而轻快地延续一整天。第5种，不快乐体质，问题竟然出在肠道，可以称为肠道失衡体质。有些人的肠胃就像带着一群坏乘客，肠道菌丛中坏菌过多，好菌太少，或者肠道黏膜太松散，出现所谓肠漏现象，导致肠子里的不良物质乱闯入血液，在体内到处作乱，连带影响大脑与情绪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肠道里的神经元数量惊人，被称为人体的第2大脑，而肠道细菌会制造多种影响脑部的化学物质。其实人体内绝大部分的血清素，也就是调节快乐和平静的重要物质，不是在脑中生产，而是在肠道里制造的。由此可见，肠道环境如果失衡，对心情的打击有多直接。肠道失衡体质的人，常见表现是肠胃敏感、消化不良，时而腹泻，时而便秘，经常胀气不舒服，吃了某些食物后特别容易疲倦或情绪不稳。这类人也可能伴随过敏和免疫问题，例如皮肤动不动就起红疹，换季时严重过敏，这些其实都是体内回路被肠道坏乘客搅乱的警讯。有研究指出，肠道菌相失衡与忧郁症、焦虑症密切相关。一些患者在补充益生菌，改善肠道健康后，情绪状态也随之好转。可见，保持肠道菌丛平衡
修复肠黏膜屏障是提升快乐感的重要关键之一。别让肠道里的坏乘客牵着你的情绪走，学会与体内的第二大脑和平共处，我们才能真正由内而外地感到轻松愉快。有趣的是，情绪和肠道其实是互相影响的。你可能注意过，人在紧张焦虑时，常常肠胃跟着不舒服，例如考试前跑厕所，面试前肚子痛，这就是肠道对压力的直接反应。反过来，当肠道状况不好时，我们的情绪也会受到拖累，变得低落或暴躁。许多人在使用抗生素治疗感染后，情绪也出现了起伏，正是因为强效药物杀死了肠道里的好菌，短暂打乱了肠道的生态平衡。现代人的饮食缺乏纤维，却充满人工添加剂，也是损害肠道健康的一大原因。好菌缺少养分，坏菌却滋长茁壮，久而久之，整个肠道生态系都朝着不利健康的方向发展。要改善肠道失衡体质，我们可以从多方面着手。首先，调整饮食，尽量多摄取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例如蔬菜、水果、全谷杂粮等，替肠道中的好菌提供养分。同时，适量摄取发酵食品，如优格、味噌、酸菜等等，补充有益菌。相对地，要减少过度精致与人工添加物过多的食品摄入，减轻肠胃负担。其次，留意药物对肠胃的影响，抗生素能杀菌治病，但也会误伤好菌。疗程结束后，可以考虑补充益生菌，帮助菌丛恢复平衡。最后，管理压力也很重要。压力荷尔蒙的分泌会改变肠道的通透性和菌群组成，所以保持心情放松对肠道健康大有助益。透过运动、瑜伽、冥想或深呼吸等方法减轻压力，有助于安抚我们敏感的肠道。当你逐步重建出一个健康稳定的肠内世界时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不仅肠胃舒服了，连心情也跟着晴朗起来。最后，第6种最不快乐的体质，可以说是现代人的通病，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体质。自律神经是掌管身体自动运作功能的神经系统，它分为交感和副交感两部分，一个踩油门，一个踩刹车，共同维持身体在紧张与放松间的平衡。然而，有些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，交感神经经常过度亢奋，副交感神经却跟不上来，导致生理时刻绷紧，无法放松。这种体质的人往往白天焦虑急躁，心跳偏快，晚上大脑停不下来而失眠，长期睡眠不佳又加剧了神经失调。许多人早上醒来不是因为睡饱，而是被莫名的紧张感惊醒，仿佛永远处在备战状态。久而久之，身心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自律神经失调本身不是特定疾病，而是一系列症状的总称。它的表现多种多样，包括胸闷、心悸、头晕、冒冷汗、肠胃功能紊乱、情绪暴躁等等，让人饱受折磨，却又检查不出明确毛病。更糟糕的是，这种体质会形成恶性循环，压力让神经失衡，身体不舒服，进一步增加心理压力，如此反复打转。有人明知道某份工作或某段关系正让自己痛苦不堪，却硬撑着不愿改变，心想再忍忍就会习惯。结果身体的警报一次次响起，从头痛、胃痛到失眠、焦虑样样来。这就是所谓的硬板凳症候群。长期硬扛压力，身体不会变得更强韧，反而只会越来越垮。要走出自律神经失调的阴影，必须勇敢面对压力来源，该休息时就休息，学习松开紧握的拳头，让身心重新找到平衡。当你开始懂得放过自己，原本紧绷的神经才会一点一滴舒缓下来。到那时，快乐也终于有了生长的空间。现代生活中的一些习惯，其实也在不知不觉间加重自律神经的负荷。举例来说，许多人睡前躺在床上，依然盯着手机萤幕，刷着社群或影片。萤幕发出的蓝光和不断变换的资讯会刺激大脑，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，结果越玩越精神，错过了睡眠的黄金时间。白天也是如此，我们不停接收各种简讯通知、电子邮件，一颗心总被外界牵动，难以真正放松下来。长此以往，自律神经迟早会不堪重负而亮起红灯。还有一种现象被称作周末症候群，意思是平日压力巨大的人，一到周末或假期突然放松，身体反而垮掉，病倒或情绪崩溃。
这正是长期紧绷后神经系统瞬间失衡的结果。可见压力累积久了总会爆发，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的以为自己可以无限期硬撑。与其任由压力把我们推向崩溃，不如及早学习给自己松绑，试着在每天的忙碌中抽出几分钟深呼吸，或者听听音乐、散散步，让交感神经歇一歇，让副交感神经上场接管。我们也可以培养一些有助放松的爱好，例如瑜伽、太极、冥想，这些活动都能训练身心进入放松状态。当然，最根本的还是调整心态与环境，学会说不，避免让自己长期处于压力源之中，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给身心定期充电。只要慢慢实践这些改变，日积月累下来，就能看到自律神经失调的状况逐渐好转。我们会发现自己不再动不动就心悸烦躁，睡眠品质提升了，白天也较少莫名其妙的紧张感。当身心恢复平衡，快乐自然也就有了稳固的根基。也许你已经发现，其实以上这6种体质并非彼此孤立，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具备多项不快乐体质的特征。比如长期熬夜又饮食不当的人，可能同时处于慢性发炎、代谢失衡和肠道失调的状态，让各种负面影响叠加在一起，情绪自然雪上加霜。这些体质之间常常互相影响，例如发炎会加剧氧化压力，代谢问题会带来发炎，肠道失衡又会让自律神经更加紧绷，如此恶性循环。因此我们更要以整体观来审视自己的健康，不仅关注局部症状，而要从全局出发进行调理。唯有身心全面达到平衡稳定，我们才能打从内心的感受到真正的快乐。看完以上6种体质，你是否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？幸运的是，体质并非一成不变。透过调整生活习惯、改善营养、适当运动和寻求专业协助，我们完全有机会扭转这些不利于快乐的身心状态。正如竹科的那位精神科医师所说，快乐的密码有90%握在自己手中。我们无法决定天生的底牌，但可以决定如何出牌。我们可以选择善待自己的身体，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以及练习正向的思考模式。当我们努力改善体质，提升能量，快乐也会悄悄在体内生根发芽。或许你无法立刻改变外在环境，但你永远可以从改变自己开始。调整上述这些容易不快乐的体质，就是在为快乐铺路。当身体不再与我们的情绪作对，当大脑的化学物质处于平衡，当我们学会在压力中保持从容，快乐便不再遥不可及。最后请记住，快乐不只是运气或礼物，更是一种能力和选择。我们每个人都握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密码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开始启动它。现在就从照顾好身体与心灵的每一天做起，掌控自己的90%幸福，让快乐成为人生的常态。